真到了擂台上，根本不堪一击，并且还戴上提前准备好的小丑面具，嘲讽中国选手在擂台上就像小丑一般。也不知是谁给他的勇气，竟敢在咱们中国的擂台上如此放肆。这件事一直成为了董鑫的心结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董鑫无法再与这个黑人选手继续比赛。之后，他的师弟保音仓站了出来，发誓要给师兄报仇。毕竟同出师门，有仇怎能不报？一说起保音仓，相信屏幕前的您应该对他并不陌生。毕竟他可是来自咱们内蒙古的草原战士，他的打法十分全面，无论是自由搏击还是摔跤散打，他都样样精通，并且在不同领域里都拿到了能证明自己的奖项。为了今日给师兄复仇，保音仓转战综合格斗。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人狂自有天收。不过，如今你在中国擂台上叫嚣，那就必定会遭受咱们中国勇士的重拳暴揍。咱们也是废话不多说，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够长按点赞3秒。小编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！比赛现在正式开始。一声令下之后，保音仓迫不及待地冲向小黑子的内围，直接拎起重拳将其逼在擂台角落里。很明显，这个开局让台下的中国拳迷看得热血沸腾。面对如此嚣张的黑人选手，咱们就是见一个打一个，一味的忍让只会让他们愈发猖狂，说不定他们还认为是咱们中国选手胆子太小，不敢和他们对战。我们非常期待保音仓。现在斯马库利巴利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，他不断的退后。现在双方回到了擂台的中央。保音仓啊，加油啊！我们都非常期待今天晚上中国战队的第一场胜利。斯马库利巴利是29岁，应该说是处在职业生涯的当打之年，身高173公分，9胜3负的战绩。但是呢，保音仓的出拳压制力实在太恐怖了，小黑子为了躲避，竟然直接摔倒在地，顺势保音仓直接压上去，开始瞄准小黑子进行疯狂的地面砸拳。此时的保音仓彻底化身为草原战士，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场面极度失控。可以说，保音仓的重拳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雨滴一般，不断的往对手身上猛砸。不过这黑人选手也非常聪明，知道自己这样扛不住，就依靠擂台规则不断的往边缘挪动，裁判也只能将比赛叫停，让他们重新回到擂台中央。一波攻势啊，真的是掀起了现场的热潮啊！刚才又是一记非常精准的前手拳，击打到了对方。刚才这一记后手重拳，萨马库利巴里是不是有点顶不住了？勾拳上勾平勾，上勾平勾，连续的组合拳的攻击，看看能不能破了萨马库利巴里的防守，再用手击。首回合时间1分1秒过去，此时仅剩下1分钟的时间。保音仓再次拿到地面控制权，不过裁判貌似有一些不乐意。就在保音仓准备进一步压制的时候，比赛也是直接被叫停。可能主办方也意识到，如果再这样打下去，第一回合没打完，两个人就很快离场了。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，毕竟台下的拳迷们也是花钱买的票，都想多看一会儿。一场比赛，一回合比赛，如果是4次击倒的话，那比赛就要判负了啊！在第一回合还剩下只有10秒钟的时间。这个森巴库利巴里啊，现在是在勉力的支撑啊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回合，首回合中，保音仓已经完全掌控比赛控制权，可以说点数方面遥遥领先。不过在第二回合，黑人选手死性不改，还敢上前试探，直接被保音仓一个接腿加重拳差点掀翻在地。赛前的介绍中，甚至小编还看到眼前这个黑人选手曾经还是法国的自由搏击冠军，没想到他的个人实力在保音仓面前如此不堪一击。照着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，相信这场比赛还没有打完，这黑人选手就会被彻底吓破胆。看看是不是要把比赛勾入到地面呢？现在保音仓的出拳也是试探性的啊，没有用上全力。在第一回合他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优势。森巴库利巴里这位选手，我们感觉他还是非常顽强，很能扛啊。在第一回合都被打成那样了啊！好，连续的摆拳和直拳。果不其然，
黑人选手此刻已经完全不敢和保音仓在正面换拳，甚至在眼神对峙过程中，明显能看出他有心虚的表现。大家也都知道，他之前在赢了董鑫的比赛之后，当众戴上了小丑面具，以此来嘲讽咱们中国搏击全是花拳绣腿。不过相信经过这场比赛之后，真正的小丑一定是他自己。此时的保音仓完全把控住了局势，就算拖延到第3回合结束，最终的赢家也一定是咱们中国选手。虽然摇摇欲坠，虽然站不太稳，失去了平衡，但是他还是能坚持啊！这就是森巴库利巴里的特点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刚才这一记大摆拳又是命中了森巴库利巴里，但是保音仓没有跟上来，有几拳呐。森巴库利巴里比划出了一个小 case 的手势。现在我们来到第3回合，黑人选手在前2个回合都有了明显的点数落后，不过由于保音仓没有下狠手，直接将其 KO 终结，这也导致黑人选手误以为自己又行了。在第3回合，他竟然再次开始对保音仓进行偷袭，不过此刻保音仓已经完全控制比赛节奏，也已经摸清楚了这黑人选手脑子里想的是什么。不管小黑子再怎么发力，他始终都会被保音仓的重拳打得嗷嗷惨叫。现在保音仓出拳落空的机会也比较大，双方动作速率都感觉变慢了。森巴库利巴里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观众要说，这场比赛本就应该早就结束，可为什么保音仓迟迟不肯下死手？因为保音仓如果直接将比赛叫停，那么观众肯定是不会买账的。另一方面，保音仓为了给自己的师兄复仇，一定要让这小黑子在肉体上付出一些代价，最起码要让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上1星期才能下床走路。不管怎样，只要保音仓在擂台上处于优势状态，狠狠地暴揍这个小黑子，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最精彩的比赛。其实有好多次机会，双方又回到了站立拼拳的状态当中。就是保音仓每一次对方摔倒之后跟上去这一拳都没有打中，很可惜。好，又是一记重拳。森巴库利巴里这场比赛是无数次的站起来。好，又是一重拳，再打了个坐地不起。本场比赛结束。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了，保音仓也用他的实力证明了自己，并且给自己的师兄复仇。那么你认为他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